美国西部时间6月2号，由区块链医疗项目 Intiva Health 和 Club One 传媒联合举办的医疗区块链发布会在尔湾举行。Intiva Health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Alexander Cantrell、Intiva Health 战略发展执行副总裁 John Hartigan、Intiva Health 开发和支持执行副总裁 Sean Frasquero、Intiva Token 公司中国区顾问王爱平、新东方 IT 教育的创始人、著名投资人周怀军等出席了本次活动。据悉，美国医护领域中的低效导致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医生每星期都要花费近7个小时的时间用于非诊疗的纸质工作。据估算，每年大约浪费约530亿美金的有效工作时间。Intiva Health 的愿景是为所有的医疗专业人士建立一个基于 Hashgraph 的首个整合性职业平台，将区块链技术与医疗行业相结合，在区块链上保存医疗相关的医师执照、职业考试资格、法律文件、医疗差错保险保单等，从而提升医护专业人员的工作效率，节约行业整体成本。It allows any facility or medical group to now know that they're not talking to the fake doctor. They can see that this doctor has been vetted and verified by other facilities and other groups. And as time goes on, that reputation continues to build. Blockchain is about 7 to 15 transactions per second. Hashgraph, 250,000 per second. So it's 50,000 times faster. Blockchain, after 6 blocks, you achieve about 99.9% assurance. Obviously, 99.99 is good for a lot of things, most things. Intiva 是一股春风，为什么说它是一股春风？投资一个创业公司的话，有3个核心的观点。第一个呢，就是是否解决了行业的痛点，做这个项目的这个团队是不是能够把这个问题把它做出来？你有没有周围的各种资源？我认为 Intiva 具备了这3点。今年3月22号，我在参加了那个旧金山的区块链的论坛。当时呢，一共有2500个人参加了那个大会。Intiva Health 呢，参加了一个12个路演的项目的一个比赛。在那个项目比赛的时候呢，我选他第1名，评委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合作。会后 ，UCTV 对参会嘉宾进行了专访。Alexander Cantrell 表示，通过这个项目，通过一站式管理和电子化整合纸质文件，能优化流程，缩短医护人员的事务性工作时间。More importantly, we're trying to solve that there is one source of truth about the verification, particular case, healthcare credentials. There's one place that you know that those credentials are verified all the way to the primary source. 王爱平女士在采访中提到 ，Intiva Health 项目是为了优化提高医院医生的工作效率，利用区块链技术解决药品溯源监管的问题。Hashgraph 是我们这次用的区块链技术，被人称作是区块链3.0。医药的溯源，这个药是从哪里开始生产的，然后怎么一个流通到那个病人的手里，整个是一条溯源链。周怀军先生认为，区块链在商业上的应用会渗透到各个行业中，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的属性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及可信度。在商业应用上的趋势呢，会逐渐渗透到各个行业去。凡是牵涉到信用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这样的行业，都会应用到区块链技术。UCTV 美国洛杉矶报道。数据显示，区块链内容版权行业市场规模仅达10余亿美元，与传统内容版权行业万亿级规模相比，仍有较大可探空间。据 OK Blockchain Capital 区块链内容版权行业报告指出，区块链内容版权项目最早可追溯至2014年，但直至2017年，市场参与者才达10余家，行业仍处在较早期阶段。目前，区块链内容版权行业的业务模式主要有3种：版权存证、版权及衍生品交易、内容创作与分发激励。日前，日本数字货币支持中心为中老年人开设了数字货币投资培训课程。该培训组织表示，这个课程的开设旨在促进数字货币行业的健康发展，并且消除中老年人对数字货币的疑虑，积极引导中老年人投身数字货币投资。该课程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教授如何开户，第2部分则是教授如何分析数字货币行情。荷兰地政局计划在1到3年内为其内部系统部署区块链方案。
因此，为了了解这项新兴技术在地产领域的应用，该机构将首先展开测试。地政局的工作包括所有权、抵押权以及所有与国内地产市场相关的第三方数据管理。其计划通过技术、法律和管理这3个层面对区块链进行研究，从而转变为一个更加灵活且可变通的机构。阿联酋港口开发商迪拜港口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MAQTA Gateway LLC 开发并推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解决方案 SOSO， 旨在提高船运和物流领域的效率，成为迪拜首个运用自由区块链解决方案的实体。作为对现有 MAQTA 港口社群系统 MPCS 的辅助工具 ，SOSO 将首先用于货运代理及其客户，然后再向其他贸易领域的参与者推广。迪拜港口希望用一种内部区块链减少文书工作，促进实时状态更新，加快信息交流。近日，国家商务部公布了2017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国219家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中首次跃进100强，位列第77位。目前，开发区正深入实施数字经济1号工程，重点招引人工智能、区块链、机器人等未来产业项目，推进智能制造基地建设，加速制造向制造转型。黑龙江北大荒利用区块链加农业、智慧供应链管理、物联网系统、农业生产信息管理系统等技术手段，在种、管、收、储、运、加销全产业链形成闭环，为囊括农户、供应商、采购商在内的用户提供全程保姆式服务，建立农户信用评价体系和农产品信誉评价体系，全力打造数字农服。